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南京，这里是南京的中山风景区。这个地方很神奇啊，历史上很多有名的人都埋在这里，比如说孙中山、朱元璋，三国时期的孙权，还有一个人也埋在这里，就是大汉奸汪精卫。这个关梅轩就是他曾经的墓地，咱们走近了仔细了解一下。到山顶了，在山脚下看到的亭子就是那个叫博爱阁，在它旁边有一个叫关梅轩，就是这个，这里有一个介绍。此处原为汪精卫的墓地。1946年1月份，汪精卫的墓地被炸毁后，建造了这个关梅轩。过去看一看。当时南京沦陷以后，蒋介石他们是跑到重庆去了吗？汪精卫就留下来做了汉奸了，为日本人服务。汪精卫是怎么死的？听说是他身上有一个子弹，一直取不出来，然后他就去日本做手术了。一个是比较保守的疗法，风险比较低，子弹取出来以后，但是可能留下残疾。还有一种方法就风险比较大了，做手术的过程中呢，可能会失血过多呀，对生命有危险。当时这两种方法，医生让他选嘛，他选了比较危险的这个方法，果然在做手术的过程中他就死了。日本人用军舰把他尸体运回南京，根据他生前的遗愿，就把他埋在孙中山陵的旁边了，意思是他死了也要做孙中山的学生。他老婆陈璧君在他的衣服口袋里放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魂归来兮，就是说他的魂啊从日本回的南京了，就是为他招魂的意思啊。后来抗战胜利以后，日本人撤走了，蒋介石他们要回到南京，蒋介石呢就提前派人把这些汉奸的墓啊全部都炸毁，把他们尸体啊都拿去火化了。清理了这些汉奸以后，蒋介石才重新回到南京。站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南京的市区啊，高楼大厦林立的。从这里看一下这个中山的气象，看这个山顶云雾缭绕啊，都看不到山顶在哪里。这边是朱元璋埋的地方，这边是孙中山的地方。他们俩中间这里啊，居然还有索道呢，能看清吗？哎呀，这真是一片风水宝地呀！据说戴笠的墓也埋在这里啊，也是后来时候被人炸开了，现在也是找不到在哪里了啊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南京，这是南京的美龄宫，这个图片非常有名啊。这个是当时宋美龄住的宫殿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它这周围这山上全都是种的梧桐树啊，这个梧桐树的样子就像一个珍珠项链一样，把它的宫殿围在最中间。现在我就到了它跟前了，进去看一看啊。走。道路两边就是照片上看到的梧桐树，这个梧桐树是从法国运过来的，它这秋天的时候叶子全部变黄，和周围的树颜色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就特别显眼。从这可以看到是有两层的，外面一层，里面一圈，正好把这个美龄宫放在正中间啊。这是美龄宫的正面，这是个3层小楼啊，外面是黄色的墙面，这个底儿是绿色的琉璃瓦，看着非常典雅啊。美龄宫的门前放了一个黑色的小汽车，这是当年蒋介石的座驾，在电影里经常能见到啊。进去看看。来参观的人非常多，刚进来就是一个上去的楼梯，这两边各有一个房间。先从这边开始看起啊，这边是一个应接室，就是接待室啊。这是侍卫住的房间。这边是秘书的卧室，一张床，一个办公桌，一个柜子。这个就是秘书办公的地方，还是挺宽敞的啊，给秘书都配得这么好啊。这边是他的卫队住的地方啊，一共6张床。这个房间是锅炉间，这是烧锅炉的，
它这个地方在中山上面，这山里面冬天很冷的，煤炭，所以它这里冬天是有暖气的。外面是洗衣服的地方，这边是厨房了。看看他做饭的地方啊，厨房很宽敞啊，中间这个是柴火灶，这是大烟筒。这边还有一个炉子，这个是烧汽油的吗？这个炉子，这边是切菜的、洗菜的，这边是做好的成品放在这里。他们吃饭的地方在楼上呢，一会儿带大家看。这个是厨房，里面还有一个备餐间，挺宽敞的啊。这就是1楼的情况了。现在去2楼啊，2楼是他们的办公室，3楼是卧室。从这个楼梯上到2楼，还是从左往右转啊。正对面的就是蒋介石的办公室，后面挂着孙中山的像，这里面的这些沙发、桌子、柜子都是原物。这边有一个壁炉，因为这山里很冷的嘛。这边是会客厅啊，会见一些党政要员就在这个地方。宋美龄喜欢弹钢琴啊，那里摆着一个钢琴。这边是客厅餐厅，举行宴会的地方，很长的一个宴会桌。这个厅也是挺豪华的啊，它这个底儿啊是那个描金的回字形的这个装饰，大厅非常宽敞，而且这个里面是有暖气的，地面嵌入式暖气装置，保证他们吃饭的时候啊，这里面的温度是24度。很大的飘窗，很大的落地窗。这边是宋美龄的照相，宋美龄活了106岁啊，最后在纽约去世的。现在到的是3层了。先从这边开始看，3层它这上面有一个小的阁楼啊，这上面是餐厅，蒋介石和宋美龄用餐的地方。中间点着蜡烛啊，2个人吃烛光晚餐，太浪漫了。他2个的口味是吃不到一块的。宋美龄喜欢吃西餐，她每餐呢必须点那个沙拉，还有牛排之类的。蒋介石呢喜欢吃中餐，所以2个人虽然坐在一张桌子上，但是吃的饭是不一样的。从餐厅过来就是他们的卧室，它有2个卧室啊，这边是蒋介石的卧室，这边是宋美龄的。先看一下老蒋的卧室啊，床头放着他俩的结婚照，这儿有个壁橱啊。他俩为什么要分开睡呢？因为他2个的生活习惯也不同。这个宋美龄睡得比较晚啊，晚上12点多、1点多他才睡呢。蒋介石呢喜欢安静，所以他2个分开睡。这边是宋美龄的卧室。像这个柜子、衣架、床、沙发，这边还有个梳妆台，都是原物，没有换过。宋美龄特别在乎她的形象嘛，所以梳妆台是她的必备。还有宋美龄也喜欢穿旗袍啊，我们看她留下的很多照片里面都是穿旗袍的照片。这边是通往她的浴室啊，从这里就可以看到，里面是一个马桶。这个是躺椅，这边还有浴缸啊，人家当时那个时候就用上抽水马桶了。宋美龄怕冷啊，她就每天晚上在这里泡澡，而且她是有荨麻疹的，就是皮肤她会瘙痒。在这里泡澡时候，她会倒牛奶进去啊，泡完澡以后，她会躺在躺椅上，然后她有私人按摩师就会给她按摩。这个浴室的地面马赛克的这个地砖，还有墙上的这个白色的瓷砖，都是从英国进口过来的。一直没有换过，包括这个浴缸也是英国进口的。这就是浴室的情况。浴室过来这边有个大厅，这个是做礼拜的礼拜堂啊，这个叫基督凯歌堂。因为宋美龄她是信奉基督教的嘛，所以她跟蒋介石结婚了，蒋介石也会定期在这边就是做礼拜。这里有一幅照片，就是蒋介石当时做礼拜拍下的。
这上面有一个牌匾"基督凯歌堂"，那几个字就是蒋介石题写的。这里为什么叫凯歌堂啊？因为当时把日本人打败了嘛，我们打了胜仗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从重庆又回到了南京，所以是胜利凯歌，叫凯歌堂。对面就是刚才那个餐厅啊，这边呢是蒋介石的书房，他平时办公的地方。里面布置的还是挺精美的，大的落地窗，墙上挂的字画。到这里为止，这个美龄宫就参观完了。大家来南京也可以来玩一下，门票30块钱。这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婚照啊，1927年12月1号结婚的。这边是蒋介石和孔祥熙他们夫妇的合影。蒋介石要叫孔祥熙姐夫啊，因为孔祥熙娶的是宋美龄的姐姐宋霭龄。这边是宋家的家谱，老大宋霭龄嫁给孔祥熙，老二宋庆龄嫁给孙中山，他是老三啊，嫁给蒋介石。他上面还有个哥哥啊，宋子文。这上面就蒋宋孔陈4大家族就有3个了啊，蒋介石、孔祥熙、宋子文。我现在在南京，这是南京的总统府。这个地方可不光是蒋介石的总统府，这在以前太平天国占领南京时候，这里也是洪秀全的天王府啊。继续看一看。太平天国是1851年爆发的，仅用2年多时间，他们就打下南京了。然后洪秀全把南京作为首都，开始大兴土木，给他盖皇宫了。就是这里，咱们参观一下吧。这个是机密室，洪秀全批阅文书的地方，还有他和重臣秘密议政的地方啊，在这里讨论一些秘密的东西。这个里面是真龙殿，洪秀全上朝的地方，召见群臣，重大活动的地方。这里面很多龙啊，因为洪秀全也算是个土皇帝啊，宝座上有龙，后面屏风有龙，上面也有很多龙，连房顶都是龙啊，还有这个柱子上也是龙。真龙天子，上面写的太平一统，太平天国嘛。这个龙椅全都是用纯金打造的啊，当然现在不是原物了。这上面是一个藻井，有一个龙啊，这个龙的龙珠吊在这里，它有一个作用，就是下面如果宝座上坐的是真龙天子啊，它就不会掉下来。如果是坐的假皇帝啊，他就掉下来，把这个假龙天子给砸死了。民间是有这个说法的啊，所以洪秀全也怕被这个砸死啊，所以他的座位要往后。你看这个掉下来砸不住他，他心虚嘛，是吧？这边是当时洪秀全穿的龙袍。我们看一下，他这个是龙的爪子是4个爪，一般的话是5爪金龙嘛。因为他这个不是皇帝，他是叫天王，所以是4个爪子。洪秀全年轻时候参加科举考试啊，考了3次都没考中，名落孙山了。后来官逼民反，他就造反了嘛，差一点就成功了。当时他已经打下长江以南大片的地方了。当时慈禧太后的清朝在北边，他在南边，他可以说是南边这边的皇帝了，实际统治者。但是他占领南京以后，就开始贪图享乐了，在这边建了这么多皇宫。他像紫禁城一样，这皇宫里面没有一个男的，甚至连太监都没有，全都是宫女。他在这里面10年啊都不出这个皇宫，在里面就享乐。他不理朝政嘛，朝廷上的事都交给东王杨秀清去处理了。然后他被那个曾国藩带兵给攻破了。当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冲进来啊，就找不到他的尸体，他提前已经去世了。他的尸体就埋在这个宝座的下面啊，是一个宫女给出卖他了。因为这个宫女当时他们知道这件事，把他埋下去的。传说当时挖出他尸体的时候，突然之间这个天色都变了，电闪雷鸣，狂风暴雨啊，很多人都说这个天王显灵了。那当时曾国荃手下的兵不管这个啊，把他的尸体要拿去邀功的，听说是喂到长江里喂鱼去了。还有一种说法是天的炮弹里面用那个打出去了，
挫骨扬灰了，很多种说法啊。他死的时候，他还有个儿子嘛，右天王，最后也被杀害了。这个里面就是洪秀全的书房，他喜欢舞文弄墨，虽然他连秀才都没考上啊。可以看到那里有很多字画。这后面就是洪秀全的后花园了。洪秀全是病死的，这个南京当时被围了好长时间，一直都打不下来。但是把他围着吧，里面就弹尽粮绝，缺医少药了，后来就没吃没喝了。洪秀全病死了。当时攻破南京城的时候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带领士兵就烧杀抢掠啊，抢夺这个南京城的财富，最后还放了一把火，把他的证据都烧光了。人家都说曾国藩通过这个得到很多钱啊，但是最后上交给政府没有多少钱，很多人说他自己私吞了。天王洪秀全的皇宫就看完了，下个视频我们去看太平天国2号人物东王杨秀清的府邸啊，也就是现在的瞻园。好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南京，身后就是南京最著名的景点总统府。当时蒋介石就是在这边办公的，带大家进去看看蒋介石的办公室吧，看看里面什么样啊，走。这个就到了总统府最后一栋建筑了，叫紫操楼，也是主体建筑。平时总统就在里面办公的，蒋介石的办公楼就在2楼啊。它一共是4层，但是现在上面都没有开放呢，只开放了1层和2层。一进来是个大镜子，1楼都是各个办公人员办公的地方，有这个文书局之类的啊。1楼就没什么看头，直接去2楼看蒋介石的办公室。2楼到了，前面这几间都是秘书长的办公室。蒋介石在最里面的那个房间啊。先看一下副总统的办公室吧，当时副总统是李宗仁，就是这个。他这是个套间，这边是一间，左边一间，右边还有一间。办公室里面这是布置的沙发、书桌、吊扇。看一下他这边的套间啊，这是一个会客厅吧，那边是卫生间。李宗仁办公室的对面就是蒋介石的办公室，就是这里啊。蒋介石这屋的办公桌是斜着放的啊，里面有2个座椅、大吊扇，还有2个水晶灯。这边是他的卦象。当时陈毅坐在蒋介石那个办公桌那里啊，给毛主席打电话，他说我们打下南京了。给毛主席报喜啊。他也是个套间的，左边还有一间，右边还有一间。往那儿看一下啊，这是套间里边，这边相当于会客室了，那边的套间就是卫生间，还有一张小床，就可以休息一下。这里是人最多的啊，游客都把这里堵得水泄不通了。我们看他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啊，就是他这个桌子是斜着放的，不是正着放，有这么几个原因啊。如果他正着放，放在窗户底下，那他就要面对着窗户，背对着门，这样的话谁进来以后他是不知道的。如果他是背靠着窗户，面对着这个门口，那么他那个玻璃外面的人就能看到这里面的情况，容易暗杀他。所以他就把桌子这样斜着放，他坐在这个拐角里，这样放一举两得嘛，谁进来他都看得到，而且门外的人观察不到他在里面什么情况啊。而且还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，就是他可以通过这个门正好看到副总统李宗仁的办公室。他和李宗仁不和嘛，所以他就时刻监视着李宗仁啊。这间就是他的办公室，在老蒋斜对面就是一个电梯啊，奥迪斯电梯。在当年那个年代，人家就用上电梯了。这边的窗户很有特点，它是这样子的。我小时候见过这种推拉窗户啊，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吧。这外面就是一个花园。我们看这栋房子，
里面一层就是车库，可以放7辆车，小汽车啊。他们用车的时候直接走到那边就开走了。这个地方是一个防空洞，一会儿下去带大家看一下。离这个办公大楼10几米的地方就有一个防空洞啊。当时日本人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南京嘛，飞机一来，他们就要躲到这个防空洞里面去。看一看啊，它这个全都是用钢筋水泥浇筑而成的，这个房顶厚达数米啊，可以防止那个重磅炸弹袭击。一共是一个出口一个入口，里面通风水电都有的，可以在里面躲很长时间啊。这个防空洞建的比较隐蔽啊，一般游客很容易就错过了。它的出口也是这样的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南京，这就是南京著名的总统府。从小学历史课本上我就看过这个地方。1949年4月23号，我们解放南京，占领这个地方啊。当时毛主席很激动，就写了那首著名的诗：“百万雄师过大江。”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走进历史了啊。历史上不光是老蒋在这里办公，还有这个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也在这里。在清朝的时候，他还是两江总督署，还是这个江宁织造署。江宁织造署就是曹雪芹的爷爷啊，在这里办公。康熙6下江南，有5次都是住在这里的。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，太平天国也在这个地方啊。当时洪秀全他们打下南京以后，洪秀全就在这个地方当他的皇宫了，躲在里面10年都不出来呀。这么多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个地方，它也是南京城最重要的标志。进去看一看吧。已经进来了，这个里面特别的大。先说一下它这里面是怎么划分的。最中间中轴线，这条线上很多建筑，是那个孙中山还有蒋介石他们办公的地方。这边西花园呢是孙中山先生休息的地方，起居室啊。这边的景色也比较好。东边有个东花园，里面有太平天国的那个历史遗迹。先从最中间的中轴线上开始看起。这个大厅就是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地方，就职典礼就在这里举行。这个墙上有很多壁画，讲述的都是当年的那段历史。上面有天下为公的牌匾啊，墙上挂的是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的这幅画。这是当时的指挥员粟裕、刘伯承、邓小平、陈毅。当时毛主席非常高兴，还专门写了首诗啊，写的中山风雨起苍黄，百万雄师过大江，虎踞龙盘今胜昔，天翻地覆慨而康。这里有一个图像啊，这是历史课本上那个，就是这幅啊，占领南京总统府的这个图像。前面这个是总统会客厅，米黄色的房子。会见完客人以后，就会在这个台阶上照相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。人比较多啊，现在。哦，现在里面有蜡像的，蒋介石、宋美龄，他还会见了什么米歇尔，国内外各种政要吧，都在这个会客厅里面接见啊。这个现在的布置还保留了当时的原貌。这里面的走廊都很漂亮的，红色的柱子，米黄色的小房子，拱形的这个柱子，拍照很不错啊。总统府的最后面就是一个后花园，后花园还挺大的，比故宫紫禁城那个还大，里面环境也挺漂亮的。总统办公累了以后，就可以在花园里走一走啊，放松身心。这个院子就是孙中山的起居室，这在清朝的时候是两江总督的高级官员住的地方。后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，住在这个院子里。他当时住在2楼啊，2楼有主卧、次卧，1楼是客厅、餐厅。这个房间里面是警卫室，门口有2个鱼缸，这鱼缸上面雕的是八仙过海。从外面看，这个总统起居室
是一个江南园林的小院子啊。这门口有小湖泊，有假山，亭台水榭，环境很好。这西园里面就是环境比较好，还有很多鲜花盛开啊。总统府西园里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石画坊了，盖得像一个船一样。这是当时乾隆下江南时候，这边的尹继善为了巴结乾隆皇帝啊盖的这个，所以也叫做马屁坊。不过乾隆确实喜欢这个石画坊，他回北京了以后，在颐和园也仿制了一个啊，现在去颐和园也可以看得到。总统府这个地方在清朝的时候，它是两江总督署，它还是江宁织造府的地方原址。当时曹雪芹的爷爷就是江宁织造府的老大呀，曹雪芹就生在这个地方啊，他年轻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。康熙6下江南有4次都是住在这个地方，后来乾隆下江南也来过这里啊。还有蒋介石办公的地方和太平天国洪秀全的皇宫都另外拍了视频，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看哦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南京，这是南京的明故宫遗址啊。这里以前是明朝朱元璋建的皇宫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但是时代久远，已经毁坏了，现在就剩下遗址了。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后来在北京又建了个北京的故宫。北京故宫的很多设计都参考了南京故宫，而且南京故宫的占地面积更大一点。很可惜的就是南京故宫在战乱中已经毁坏了。咱们去这个遗址里看一看吧。这个地方是奉天门遗址，这个地方以前是奉天殿啊，现在宫殿已经毁掉了嘛，只剩下地上的石墩子了。奉天门就是皇帝接见大臣的地方，以前有个词叫御门听政，就在这个地方呀。这个石壁的后面就是以前的午门啊，北京故宫有午门，这里也有午门。现在遗址公园这里很多绣球花，白色的花非常好看，很多人在拍照啊。遗址的残根断壁，这个是以前明故宫的云龙鸟兽石壁，有7块这个石壁组成的，上面雕刻的是龙凤云、龙凤祥云、林中仙鹿，还有鱼跃龙门啊，连同基座一共是2米高。之前它被英国人抢走了，后来在别的地方发现了，又把它移到这里了。这是明故宫的午门，就剩下这么一小段了。这午门的门洞特别深啊，又高又深，这个工程很难攻破的吧。地上的车辙印，可以想象以前这个地方车马很频繁的啊，压出2道印来。到午门上去看一看吧，从这里就可以爬上去，免费的，不要钱。这城墙上面好宽阔呀，也有很多石墩子。这以前是有宫殿的，现在也没有了。看一下城内啊，跟北京故宫一样，也是有一个金水河，上面有桥叫金水桥，中间是中轴线啊，对称分布的。这里边确实是很大呀，现在已经改成市民公园了，是免费的。朱元璋称帝的时候建都南京，后来为什么明朝又迁都北京了？是因为朱元璋去世了以后，他把皇位传给了他孙子，因为他大儿子朱标已经去世了嘛，他就传给他的长子长孙朱允文了。朱元璋还有很多的儿子，这些儿子被封到各地当王爷了。他孙子朱允文当了皇帝以后就要削藩，因为各地这些王爷们手中权力很大，而且也指挥不动他们啊。那么朱允文就想削藩，最后就引的这个燕王朱棣就造反了。造反成功以后，朱棣就当了皇帝了，然后他就迁都北京，在北京重新修了个故宫，就是现在北京的故宫。他当皇帝以后，朱允文下落不明，很多人就说是他坐船出海了，逃到那个东南亚呀、那个南亚那一带去了。所以朱棣呢就派郑和下西洋去找这个朱允文啊，因为斩草要除根嘛。最后也没有找到啊，这个朱允文的下落成了一个谜团了，没有人能解开。
这个遗址公园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往后就是南京的中山，朱元璋的陵墓就埋在中山里啊。600年过去了，他的陵墓保存的还好好的，但是他这个宫殿却毁坏的这么彻底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现在也是一个谜团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南京博物院，这个里面有18件镇馆之宝啊，进去看看吧，里面特别大。进去看最有名的那个金缕玉衣，走。这个博物馆它是个网红景点啊，今天不知道怎么人特别多，可能是周六的原因吧。在这个3号馆里面，进去就是金缕玉衣了，带大家看一看啊，非常有名的。看这个人也是围的最多的啊，就在最多的这个地方。金缕玉衣，大家知道什么是金缕玉衣吗？以前这个东西只在小说里看过啊，《盗墓笔记》啊，《鬼吹灯》，没想到现实中真的有这个东西啊。这个金缕玉衣就是用金丝线把玉片穿起来做成的衣服，用银丝线穿起来的就叫银缕玉衣，用铜线穿起来的就叫铜缕玉衣。这个玉衣分着金银铜好几个等级，金缕玉衣是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的，其他的诸侯啊，还有王公大臣啊，只能用铜的或者是银丝的。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？因为古代的人他们认为人死了以后穿上这个玉做的衣服，可以让尸体不腐烂，甚至可以让灵魂留在尸体里面，不会魂飞魄散的意思。这种做法是汉朝的时候比较流行，一直到三国的曹操时期开始。曹操当时挖了很多的墓嘛，他挖开以后发现这些人的尸体都腐烂了，有这个金缕玉衣也不顶用啊。所以从曹操那时候开始，这个迷信思想才被破除啊。到曹操他儿子曹丕接班的时候，就正式下令不让再做这个金缕玉衣了，因为这个太耗费工时了，费时费力，花费巨大，最后发现毫无用处。看一下这边的模型，这个皇帝死了以后，不光要穿金缕玉衣，他身体上还要盖很多的玉璧，2个手里面也要握着玉做成的老虎，包括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9窍，全都要用玉盖住，甚至下面的肛门也有用玉啊。用玉把9窍堵住，可以保证这个灵魂不会飞走啊。这就是金缕玉衣的用处。这个东西主要是在汉朝的时候啊，其他朝代是没有的。现在我都转了一遍了，从那边出来，发现入口这里都排队了。现在，哇，都排到这里来了啊！我刚开始来的时候不要排队，直接就进去了。还是第一次见去博物馆排队的。南京人民很喜欢逛博物馆了，在博物院门口这个石头凳子上捡了个手机啊，苹果手机还是，但是解不开锁啊，没用，有指纹的，怎么办呢？还有29%的电量，我送到这个存包处吧。这个是前台存包的地方。你好，捡了个手机。捡了个手机啊？苹果的。是在哪边捡的？交给你了啊。在广场捡的吗？在那个石头凳子上。啊，行，好的。啊，放在这里了。一会儿如果人家打电话找的话，他就来这个前台来取啊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南京，这是南京的金陵第一园。这个地方是明朝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住过的地方啊。然后后来又成了太平天国老2人物杨秀清住过的府，咱们继续参观一下。上个视频带大家看了洪秀全住的皇宫了，里面有纯金打造的龙椅。这个视频看看这个2号人物东王杨秀清的府邸啊。其实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，杨秀清才是实际领导人，因为洪秀全都躲在皇宫里不出来嘛，他也不管政事，平时都是杨秀清来主理政务的。这个是洪秀全的雕像。天气太热了，先买瓶水去吧。我最近发现这款水挺好喝的，就是这个元气森林，它气泡非常多。我选一个白葡萄味的吧。
你好，您能帮我开一下吗？你在干嘛？以前我喜欢喝可乐，但是我现在不怎么喝了，因为我觉得可乐的糖分太高了，喝多了以后脸都有点长胖了。现在我喜欢喝这个，因为这个是无糖的嘛，零糖、零脂、零卡的，不用担心会长胖啊。咱们边走边聊啊。这个洪秀全他自称天王，他手下呢又分了5个王：东王杨秀清，北王韦昌辉，翼王石达开，还有南王和西王已经打仗的时候死掉了。这几个王在最开始打江山的时候还是挺齐心协力的，等定都南京以后，他们就开始享乐了，内部就开始起内讧了。这个东王杨秀清他越来越不把天王洪秀全放在眼里了。天王很生气啊，就秘密的让北王韦昌辉去诛杀杨秀清。果然这个韦昌辉就被人当枪使了，杀了杨秀清全家。当时翼王石达开是在外地带兵呢，石达开听说这件事以后，就回到南京想阻止他们杀戮。但是这个韦昌辉他已经杀红了眼了，他连石达开也想杀啊。后来石达开又逃出城去，又带大部队回来反杀了韦昌辉。这个时候呢，创始团队就只剩下石达开和洪秀全2个人了。洪秀全这时候猜疑的毛病又犯了，他又怀疑石达开对他心怀不轨，所以石达开没办法，被他逼走了。石达开走的时候带走了10万人，后来在四川大渡河的时候被清军全歼了。这时候洪秀全剩下孤家寡人了吧？果然没过多久，他也被清军打败了。连尸体都被挖出来挫骨扬灰了，死得非常惨。这件事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个人啊可以共患难，但是不能共享富贵。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啊！不信我们再看一个事件，还是这个园子的主人，这个明朝的徐达。徐达是当时朱元璋小时候的结拜兄弟啊。朱元璋得了天下以后是怎么样对的徐达呢？朱元璋在以前也是有3个结拜兄弟的。徐达、汤和、常遇春，他这几个结拜兄弟后来也没有啥好下场，都说飞鸟尽，良弓藏。在这个历史上，皇帝杀功臣的事情非常多啊。朱元璋能建立明朝，徐达绝对是第一功臣啊。徐达为他南征北战，开疆拓土。传说这个朱元璋当皇帝以后，他盖了个庆功楼，就请这些功臣来吃饭嘛。吃饭的时候他就借故离开了，然后这个庆功楼就着火了，把这些功臣全都烧死了。当时徐达为什么能侥幸逃脱呢？因为他已经事先察觉到这个气氛不对了，所以朱元璋一走，他也找借口离开了。但是呢，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15。皇帝对你起了疑心了，他就肯定还要找机会下手。那么后来徐达是怎么死的啊？有这么一种说法，说是徐达呢背上长疮，得了这个病呢就不能吃发的东西，比如说海鲜啊，还有鹅，这些都是发物。有一天呢，朱元璋就派2个太监给徐达送来一只鹅，清蒸的鹅。徐达一下就明白了，这是朱元璋要他去死的意思啊，所以他呢就含泪吃了这只鹅。果然过不了多久，他就死了。朱元璋还表现得特别悲痛嘛，痛失好兄弟，还封徐达为中山王，把他的陵墓呢盖在自己陵墓的旁边。这就是这个园子的故事啊，一共2个主人，都没有什么好下场。就讲到这里了，谢谢观看。